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酱园弄原声曝光，她的声音为何成最大争议点？电影《酱园弄》悬案中，赵丽颖饰演的先锋女作家西林以极具辨识度的原声台词成为热议焦点。这位民国时期的进步女性，人前是优压知性的社交名媛，人后则是以彼为刃为女性发声的斗士。赵丽颖用声音塑造了角色的双面人格。她法庭上那句振聋发聩的女人杀符，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奸夫直指时代偏见，成为全片金句之一。然而正是这种刻意放慢的朗诵式表达，被部分观众吐槽像在读育儿经，认为其抑扬顿挫过于戏剧化，与影片整体氛围格格不入。台词设计背后的角色深意，细究西林这个角色，其台词风格实则暗藏玄机。作为参考民国作家苏青创作的知识女性，西林需要通过文字影响舆论，推动案件重审。赵丽颖在处理角色台词时，特意强化了知识分子的书面语感和舞台句式的感染力，尤其在监狱与章子怡对戏时，那句"我会把你的故事写成戏剧"，递出钢笔的瞬间，配合沉稳声线，完成了角色从旁观者到行动者的蜕变。这种带有表演性质的表达，恰恰符合角色作为舞台剧导演的身份设定。他本就是在用声音表演一场为女性争取话语权的社会戏剧。两极评价折射观众审美差异。关于赵丽颖台词的争议，本质是表演风格与观众期待的错位。支持者认为她突破性地撕碎了过往甜宠剧的声线桎梏，用冷冽烟嗓和铿锵顿挫传递出民国女性的觉醒力量。法庭戏不要屈服4个字就让人起鸡皮疙瘩。而批评者则指出，远景镜头里她的声音突兀如剧本杀 NPC， 与其他演员生活化的表演形成割裂。这种分歧在3人共读翻案台词的经典场景中尤为明显。有人盛赞赵丽颖高亢声线带来思想战力，也有人觉得破坏了章子怡、杨幂营造的压抑氛围。从争议看85花的转型阵痛，这场台词风波背后是85花转型实力派的必经之路。赵丽颖刻意放弃讨喜的配音，选择用原声挑战复杂文戏，虽不完美却勇气可嘉。就像她烟斗不离手的造型设计，那种雌雄莫辨的俊美与声音的粗粝感形成奇妙化学反应，让西林成为全片最具先锋性的符号。或许正如某位影评人所言，当我们在争论台词是否过火时，已经证明这个角色让人过目难忘。毕竟能引发讨论的表演，总比温吞水式的安全牌更有记忆点。赵丽颖在《酱园弄》中的表现，无疑是影片话题度的重心之一。而她使用原声出演先锋女作家西林一角，在电影首映后更是一旦激起千层浪。相比其他演员可能选择配音，赵丽颖坚持原声演绎角色，不仅展示了她对角色的投入与尊重，也体现出她近年来在演技层面不断追求突破与自我提升的态度。然而，这份真诚的演绎却引来了观众的两极反应，有人称赞她的自然和沉静，也有人质疑她的声线不够沉稳，语气节奏不符民国文人的气质。一时间，赵丽颖的声音成为舆论聚焦的焦点。事实上，原声出演在如今的影视行业中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冒险。特别是在角色设定上与演员本人气质存在一定差异时，这种挑战更为凸显。赵丽颖饰演的西林是一位在动荡年代坚持书写的女知识分子，她的言语、语气乃至声音传递出的思想力量和文化底蕴，是角色塑造的关键。而赵丽颖自出道以来，多数代表作集中在古偶、都市剧，语音语调更贴近现代语言节奏，因此此次她主动选择用原声去硬碰硬，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她对西林一角的深刻理解和演绎野心。但问题在于，当观众带着高期待走进影院，原本预想中深沉、有厚度的女作家声音，听到的却是赵丽颖较为轻柔、带有明显个人特质的语调时，自然会出现不符预期的落差感。这种心理落差
很容易演变为对他演技不够、不适合原声的质疑声。其实，这样的讨论在以往许多演员尝试转型或挑战新角色时都曾发生过。赵丽颖作为公众人物，被放大审视无可避免，尤其是她早期定位在甜美坚韧的小白花角色，如今挑战先锋女作家，观众认知的惯性与实际角色形象之间的拉扯，也成为争议的催化剂。但不可忽视的是，赵丽颖敢于迈出这一步，本身就说明了她对自己的要求已经不止于安全区内的高分表现。她在《酱园弄》中，无论从台词处理、角色塑造到情绪拿捏，都可以看出她正在力图转型，探索深度戏剧表演的可能。她并非一味依赖外形、滤镜，而是愿意裸声出镜，呈现最真实的自己。这份诚意值得肯定。就连许多专业影评人在观影后也指出，虽然赵丽颖在声音上仍有些许不足，但她在表演中的细腻度和内敛感，是她此前作品中少有的质感突破。此外，从角色视角来看，希林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女神或强者，而是一个在创作和现实之间不断挣扎、挣脱束缚的理想主义者。她的声音不应只是好听与否的问题，更应呈现出复杂人性的层次。赵丽颖在该角色上的声音表达，也许王一博朋友圈太精致，私下生活却接地气到让人上头。王一博的舞台魅力与私下憨态形成强烈反差，舞台上气场全开的酷哥，私下却是拼乐高、撸猫的奶哥。这种精修朋友圈与原图人生的鲜活对比，恰恰击中了当代观众最爱的真实感。毕竟在滤镜时代，敢露怯的偶像反而更珍贵。朋友圈里那些光鲜亮丽的照片，哪个不是精挑细选出来的？普通人发个自拍都要修图800遍，明星就更不用说了，一举一动都在放大镜下。王一博这小子可太有意思了，左边是时尚杂志上的高级脸，右边是纪录片里灰头土脸攀岩的憨憨样，这反差萌简直绝了。攀岩多累人啊，摔得七荤八素的，结果人家发微博愣是挑了张最帅的侧影，这不就跟咱们发朋友圈一个德行？火锅只拍摆盘，绝不拍吃完撑到扶墙的狼狈样。粉丝们都在底下起哄，哥，你咋不发摔跤的视频啊？估计王一博心里正嘀咕，发那个干啥？我不要面子的啊！这小子在舞台上可是个狠角色，跳舞时那个眼神能杀人，粉丝都管他叫酷哥。谁知道私下里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拼乐高、撸猫、吃蛋糕能糊一脸奶油，活脱脱一个奶哥。这反差就像你上班时西装革履装精英，回家立马睡衣拖鞋葛优躺，人前人后完全两个样。最逗的是他在赛车场那次，好不容易夺冠了，想耍个帅开香槟，结果瓶盖死活拧不开，冲线后习惯性朝观众席抛个媚眼，谁知道工程师正埋头修车呢，压根没看见。这抛媚眼给瞎子看的名场面直接上了热搜，粉丝们都快笑疯了。原来顶流也有这么憨的时候。要说现在的观众可精着呢，早就不吃那套完美人设了。王一博这种能帅能憨能 A 能萌的真实劲儿，反而更讨人喜欢。看看他在综艺里的表现，前一秒还板着脸装严肃，后一秒模仿别人说话时那个软糯劲儿，弹幕直接炸锅。这是同一个人吗？怕不是被夺舍了吧？娱乐圈里端着架子的明星太多了，像王一博这样敢在镜头前展示真实一面的反而成了稀缺资源。镁光灯下的他像橱窗里的奢侈品，精致但遥不可及。纪录片里摔得灰头土脸的他，倒像是你家隔壁那个爱玩滑板的邻家男孩，真实的触手可及。这小子最绝的是明明可以靠脸吃饭，非要靠实力。拍电影能从民国贵公子演到热血赛车手，跳舞时气场全开，私下里又能秒变憨憨。这种多面性让观众永远猜不透他下一秒会带来什么惊喜，难怪粉丝们都说粉王一博就跟开盲盒似的，永远有惊喜。要说现在的娱乐圈，
观众早就看腻了那些包装的严严实实的偶像。王一博这种敢在专业场合露怯，敢在镜头前出糗的真实劲儿，反而让人觉得特别可贵。毕竟谁还没有个帅不过3秒的时候呢？这种真实感让粉丝们觉得，原来顶流也会跟普通人一样有尴尬时刻。看看他在这就是街舞里的表现，点评选手时那个专业范儿，转头模仿选手说话时又萌得不行。这种反差萌直接让节目收视率蹭蹭往上涨，观众们就爱看这种意料之外的反转。有粉丝统计过，他在节目里的搞笑片段播放量比正经表演还高，这届观众的口味也是够特别的。要说王一博最圈粉的地方，可能就是这种精修朋友圈和原图人生的反差感。舞台上光芒万丈的是他，私下里憨态可掬的也是他。这种真实不做作的态度，让观众看到了一个立体鲜活的偶像，而不是橱窗里冷冰冰的完美人设。娱乐圈更新换代这么快，能一直保持高人气的明星都有自己的独门绝技。王一博这种能精致如高定，也能接地气如泥巴的特质，恰恰击中了当代观众最吃的那一套。毕竟在这个滤镜满天飞的时代，真实反而成了最稀缺的品质。王一博的朋友圈总是精致到令人惊叹，每一张照片，每一段文字都像经过精心设计，呈现出一种极具美感和艺术气息的审美风格。镜头里的他不是站在山巅，就是行走于海边，或者漫步城市夜景之中，不论是光影构图还是配文心境，都透露出一种沉稳内敛却又极具力量的表达。有人说，这样的朋友圈就像一部静默流动的短片，不疾不徐地讲述着王一博的成长与蜕变。他不频繁更新，却每次都恰到好处地留下了痕迹，仿佛是一种隐形的告白。生活可以很静，也可以很燃，而他恰好游走其间。可真正令人动容的，往往不是那一张张仿若画报的朋友圈封面，而是那些意外被曝光的，没有滤镜，没有精修，没有刻意摆拍的真实瞬间。比如某次他在机场被拍到素颜出镜，穿着普通的运动服，戴着口罩，低头安静地走在人群中，手里还提着给工作人员带的小礼物。又比如拍戏时在片场蹲着吃盒饭，跟剧组工作人员有说有笑，完全没有任何明星架子。更不用提他在录制赛车节目或综艺幕后的一些片段，汗水淋漓，发型凌乱，却处处可见努力与坚持的痕迹。这样的反差萌，才是王一博最打动人的地方。他精致的外壳下，是一颗无比真实而热烈的心。或许很多人会以为，一个能将高定驾驭的游刃有余，在国际时尚场合上镜头感满分的顶流男艺人，私下生活一定也极其讲究和讲排场。但现实中的王一博，却像极了我们身边那个热爱生活、有点腼腆却极度可靠的朋友。他喜欢骑摩托、滑雪、跳舞、赛车，这些都不只是镜头前的人设，而是真实贯穿他日常的一部分。他晒的照片可能是一次极限运动的瞬间，也可能只是一个傍晚落日下的影子，但每一个场景都透露着活得认真的态度。这是属于 Z 世代独有的浪漫，是不为取悦他人，而是真心热爱生活本身的选择。正因为他的真实与接地气，才让越来越多的人在这个娱乐圈浮华盛世中重新定义偶像2个字。过去，我们习惯将偶像定义为遥不可及的星星，是被光环笼罩的存在。但王一博却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偶像也可以很真实、很贴的，很像你我。偶像不是要被捧上神坛，而是应该成为我们向往生活的一种动力。他不是永远站在云端遥不可及，而是愿意在泥土里奔跑，愿意为了目标摸爬滚打，更愿意把这些汗水和心路历程都坦然展现出来。也因此，很多粉丝说，看王一博的成长轨迹，仿佛看到了自己一路坚持的影子。尤其是当他在面对流言蜚语、舆论攻击时，选择用沉默和作品回应，而不是激烈反击。
这种强大的心理建设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本身就是一种力量的体现。它不靠热搜维持曝光度，而是靠扎实的作品和专业表现赢得尊重。每一次被误解后的沉默，每一次争议中愈发坚定的脚步，都让人更加坚定地相信，他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并不是靠运气，而是靠他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路。如今的王一博，早已不是那个懵懂出道的少年，也不是仅凭颜值吸睛的新人。他是演员，是赛车手，是舞者，是品牌代言人，是全球时尚活动的宠儿，也是那个在街头大笑，在车间认真工作，在训练室默默流汗的普通人。他用行动告诉我们，无论身处怎样的光环之下，都不能丢失那个最真实的自己。他的每一个角色，每一场比赛，每一次品牌合作，每一次生活照的更新，其实都在一点点扩展着大众对偶像的认知边界。而我们作为旁观者、见证者、支持者，最大的幸运，便是可以在这个时代亲眼看到一个偶像成长为真正的人物。他从不主动讲太多，却每次都用行为书写自己的态度。他不擅长煽情，却一次次在作品与行动中传达温柔与坚定。他教会我们，真正的强大不是高调展示，而是沉稳积蓄；真正的时尚不是照搬流行，而是勇敢做自己；真正的偶像不是万众瞩目，而是哪怕独自前行也不改初心。写到这里，想对屏幕前的你说一句，如果你也曾被王一博的某一个瞬间打动，请别吝啬表达你的共鸣。也许是一场演出，也许是一段采访，也许只是一张照片，但那种被看到的感受，是偶像最温柔的回应。而如果你此刻正处于低谷，正面对质疑，正需要一份鼓励，那么不妨看看王一博的成长路径。那个曾在安静里咬牙坚持的少年，如今在世界舞台上发光发热，靠的不是奇迹，而是我可以的信念和一往无前的勇气。愿我们都能像他一样，脚踏实地又仰望星空，用自己的方式活出最真实的光芒。王一博的路还很长，而你的路也刚刚开始，未来很远，但别怕。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